Hello，大家新年好啊！那今天呢，在新的一年呢，小鱼儿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非常实用的一个建站教程。那教你呢如何从零开始设计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操作简单的一个在线商城网站。那完全适合没有任何基础背景的一个小伙伴们。那这一次呢，我为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搭建在线商城网站的一个建设方法。那它的功能强大，使用也非常的简单。那么不仅能帮助你销售实物产品，还能轻松的售卖虚拟商品、会员订阅方案等各种产品，完全能够覆盖你所有的一个在线销售的一个需求。那它也适合各类业务模式。无论你是卖什么的它几乎都能满足你的一个需求。那并且呢，让人更意外的是呢，它的定制功能呢也是非常的强大。你可以自由的将你的产品呢展现在网站的各个角落，并且呢，它还提供了许多销售的一个功能，比如说一键加购、买一送一、限时折扣。那这些呢都能轻松的帮你提高转化率。那并且呢，这些实用的功能呢，很多呢，它都可以在免费版本中使用，真的性价比超高。那么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长什么样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样子。那我会告诉大家给大家介绍如何从零开始呢，来设计这样一个漂亮的一个商城网站。那么在这个网站上面呢，我还会简单的给大家讲怎么样去自定义这些漂亮的一些模块，包括一些产品的模块。那么我还会给大家介绍网站设计模块的内容如何去导入现有的模板呢，来增强你的网页设计。那么包括网站商城的一个布局的设计呢，我也会给大家介绍。那还有我们单个产品这个页面怎么样去自定义。那么这个商城后台都有一些非常强大的一些功能。那么这次呢，我们用的不是一个 WooCommerce 来建立这个商城，而用了这样一款 Shortcut 非常有名的这个插件呢，来创建我们的这个商城网站。那么我也会告诉大家这个 Shortcut 强大的一些功能，如何去添加产品，如何去丰富产品，那么怎么样去自定义产品的库存，如何来设置这些功能。那么这个在线商城呢，它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付款功能。那么当客户看中任何一款商品呢，都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购买。那这里呢，你还可以设置一个你的一个优惠代码，让顾客呢可以开心的下单，这样呢也可以提高我们商品的一个转化率。那么还包括一个邮电营销呢，也会简单的给大家讲，当顾客忘记付款的时候呢，我们该怎样去挽回我们的这样一个订单。那么无论你想销售什么呢，都没有问题。 OK， 那废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开始吧。那么我们要搭建一个 WordPress 网站呢，首先呢我们需要购买一个储存你网站用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主机。那么这儿呢，小鱼儿给大家推荐 Hostinger 这个主机提供商。那如果你对 WordPress 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们呢，那你对这个主机呢可能也是非常的了解。那这个 Hostinger 呢，它也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主机了。那它的一个性能呢，也是得到非常多的一个认可性价比呢也很高。并且呢，小鱼儿呢用这个 Hostinger 呢也搭建了很多的网站，个人用起来还是比较得心应手非常的满意。那么现在 Hostinger 呢它也正在做一个活动。那当你购买1年的主机呢，它还免费赠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那这里呢 Hostinger 的链接呢，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打开来进行一个了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点击右下角呢，这里有一个人工发送你的问题呢，它就会回复你通过这种聊天方式来进行一个沟通。那这个呢也是非常快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样来购买这个主机。首先我们来到这个 Hostinger 的首页链接在描述栏重要的事情说3遍大家打开描述栏或者评论区的 Hostinger 的链接，那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这里呢，我们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英文界面。那接下来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红旗，我们点进来，那我们可以把它的语言呢给它切换成
那我们把语言呢可以看到啊，它可以切换语言的。你来自日本的朋友可以点日语，那么你来自韩国的朋友你可以点韩语啊，包括这些英语啊，主流国家都有。那我这儿就直接用中文。那这个啊，对我们的中文啊，对我们的国内朋友呢也是非常友好的。它除了有中文，那它这下面还有一个中文客服啊，你有问题直接发送给他，这样沟通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点呢，它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支付宝付款，所以也是我推荐它的一个强烈推荐它的一个原因。语言切换好之后，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3个套餐。这3个套餐呢，它会有一些不同。第一呢，一个网站的数量它是不同的。这里3个套餐呢，第一个呢我就不推荐了哈，因为第一个呢它每周备份哈，这个每周备份就是我不推荐的一个重大原因。我们做网站的话，遇到问题那么肯定是需要随时备份，每天备份是最好的啊。而第二个和第3个套餐呢，它都有一个每日备份，看一下。那么后面2个套餐呢，你可以任选一个。如果你建站比较多，可以推荐你使用第3个套餐，那么它可以容纳300个网站。第二个呢，它虽然价格是是便宜了一些，但是呢，它只能容纳100个网站。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下面的一些功能，那这里可以点击这儿有个查看所有功能，点一下这个箭头符号，你就可以看到它所有的一个功能了，功能非常的强大。首先中间这个套餐呢，也最热门的一个套餐，那它呢有200GB 的一个储存空间啊，它会购买1年以上呢，它会可以赠送一个域名，那么这个域名呢是价值71.99，它还有一个无限免费的一个 SSL， 可以保护你的一个所有的网站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每日备份啊，它价值呢179元。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还有一个免费的 CDN。那第一个套餐呢，它没有免费的 CDN， 这个也是不推荐的原因啊。第二个它有免费的 CDN， 这个 CDN 呢就是一个速度啊，当别人进入你的网站的一个速度。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打开某一个网页的时候呢，它会卡啊，它会转半天转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他就离开了，所以说这个网站的一个速度呢，它是相当重要的。那有这个免费的 CDN 呢，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呢，他打开我们网站的时候呢，他会在最近的一个地方呢提取一个数据啊，让顾客呢马上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网站查看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第二个套餐和第3个套餐还有一个地方不同的，它是一个共享 IP， 可以看到啊，第2个套餐它没有一个个人 IP 啊，它是一个共享 IP， 那么共享 IP 肯定没有这个专用 IP 效果会更好。如果你对你的网站要求比较高了，那你也可以考虑啊使用第3个套餐啊，还有一个优先支持这个专用 IP 呢，也是这一个套餐的一个亮点。如果在你的预算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呢，那你也可以考虑第3个套餐选择啊。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初创呢，来学习建网站呢，你也可以选择第2个。那我们这里拿第2个来举例，选择套餐。OK， 接下来它就跳转到了这样一个购买的一个页面哈，已经加入到购物车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你要购买的一个时间的周期。这里呢，它有几个周期可以看到啊。我们点开这里有一个倒三角，点开这个倒三角，那有1个月啊，有1年、2年，有48个月。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啊。之前呢，小鱼儿每期视频都会给大家讲，我们做网站，你不是做1天2天，那你做网站呢，可能是3、5年，或者奔着长久做来的。因为做网站它1天2天呢，它也是看不出来一个效果啊。1个月、2个月、1年，它都看不出来一个效果。那做的越久的话，那么你的网站的知名度呢，慢慢的就会越来越高。如果想要划算的话，那么这个48个月呢，它是相对划算的啊，是这所有周期里面啊，这个时间选择里面呢，它价格是最为优惠的。因为它的48个月呢，首先啊，它每月的价格就优惠了很多，还有它的一个首先为什么选择48个月啊？它优惠有2个地方优惠。第一个呢，就是它每月的价格呢，比其他所有的套餐选择都要优惠。还有一个，它的续费价格呢，也是比其他所有的套餐都优惠。
并且呢，它还附加了还赠送你1年的免费域名，额外再赠送你2个月的一个使用权。2个月呢是赠送你的一个主机的一个时间，那么就相当于你就有了50个月。这儿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1年12个月。这里买的话，至少我们要买上1年，1年呢它可以赠送1年的一个免费域名，不满1年呢它是没有域名赠送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28，刚才48个月是24，这里呢刚才呢是60多块钱的一个续费啊，这里1年的续费价格是90多块，接近100块钱，所以这里建议大家可以慎重考虑。那这里你也无需担心啊，有时候我买这么长的时间，那万一用着我觉得不太好怎么办？那这里也不用担心，可以看到了，它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在你试用的时候呢，你不满意了，在30天内呢，任何时候呢，只要不超过30天，你都可以选择去退款。那这里选好时间之后，我们就点继续。这里如果你还没有账号啊，你直接进来，你还没有注册的话，这里我们需要注册一下啊。你可以直接点在这里来输入你的或者你用你的谷歌邮箱登录啊来注册也是可以的。那么没有的话，你就重新注册一个账号。我这里已经有了，我就直接选择登录，那接下来就是一个账单地址，这个里面呢带了这种星号的地方呢，我们就把它填一下。你的居住国家，那你来自哪里你就填哪里，其他地方呢都可以忽略，点击一个继续。接下来呢就是选择一种支付方式，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选择银行卡啊，可以选择这里支付宝啊，这里点开了，你可以选择支付宝。那下面呢还可以选择 PayPal 来付款，国内的伙伴呢就可以直接选择这个支付宝，点击这里一个提交付款，这里点一个继续购买。OK， 这里呢你拿出你的支付宝啊，打开2维码来扫码支付就可以了。付款成功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直接回到首页，点击这里一个登录，那用你刚才的一个账号呢把它登录进来。登录进来之后呢，你就会来到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那么你来到的这个是主页。接下来呢，你要去进行一些设置因为你是首次进来，我这儿呢已经设置过了，所以我这里不需要再设置。那么你需要去设置一下，比如说你的一个域名呐，我们前面购买了1年以上呢，它会有一个免费的域名，那这里你去点击创建一个新的域名。那这里域名呢是赠送的，所以这里呢我们是不需要付费的哈。你选一个，比如说域名的一个后缀哈，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COM 结尾的还有一个 NET， 还有一个 EO。我们国内用的最多的这个域名的一个后缀呢就是一个 COM， 就像我们这个 Hostinger 一样的，可以看到它这里是 COM 结尾的。域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这个网址。那别人需要通过这个域名才能找到我们。我们有一个免费的域名呢，你就需要来这里先来创建一下，来申领一下你的域名。那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主机常见问题了。你点这个 VPS 进来之后呢，你鼠标往下拉就可以看到 VPS 主机常见问题解答。什么是 VPS 主机？那么 Hostinger 的 VPS 有哪些优势？托管我自己的这些这些呢，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点击第2个鼠标回到左侧点第2个网站。那么你建的所有网站呢，你都可以在这个网站列表里面看到这就是你建的一些网站。如果我们想要添加新的网站，那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如果说你选择第2个或者第3个套餐呢，你至少可以建100个网站。所以你平时呢，哪怕新手朋友你的这个网站不要了，那也没有关系，你还可以继续建你的第2个网站这下面呢就是你建网站的一些列表，那么这些不需要了。那后面呢，这里呢也有一个可以看到有一个删除你把你不需要的这个网站呢删除就可以了。如果想要新建的话，就点击这里有一个加号键，点击一个添加网站。这儿呢我就会选择它这里会有几个选择，第一个呢是 WordPress 建站，第2个是用 Hostinger 的 AI 建站。那么后面呢，小鱼儿也会给大家分享这个 AI 建站。
那还有一个空白的网站，然后还可以从外部迁入网站，我们就用第一个用这个 WordPress 灵活建站。接下来呢，你需要选择一个语言这里呢是一个管理 WordPress 的一个管理语言你点这个倒三角了可以在这里面选我这里选好了，就是一个中文管理员的一个电子邮箱，把它输入到这里，还有一个密码，把它按照要求设置一个密码，点击下一步。那这里他问你有2种方式使用 AI 创建网站，还有一个是预设的网站和主题，那么我们这儿都不选，直接选创建空白网站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的一个域名了你申领的一个免费域名，或者说呢你自己购买的域名，或者说你已经持有的域名，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填到这个里面来。那么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好你应该取一个什么样的域名的情况下，大家也不要着急你可以先使用这个下面有个临时域名。接下来呢，他正在帮我们安装 WordPress这里呢大概会需要几分钟。如果你对搭建网站感兴趣了，还没有订阅小鱼儿的朋友呢，可以订阅一下。那上一期呢也给大家讲了这个 Elementor 和这个 Diver 哪个更好用有感兴趣的伙伴呢也可以来看一下。OK， 这里马上就要完成了，它正在安装 WordPress。这里呢就来到了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在这里可以直接点击这里WordPress 这个是 Hostinger 的这个后台，那我们点这里 WordPress 的这个首页点一下这里仪表盘。好，那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WordPress 的这个后台。到这里呢，我们先来把这些内容呢给它清理一下让我们的后台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那这里呢，你可以把这个给它先关掉，这里有个叉，点右上角这里有个显示选项，点一下。那这里呢是一些新闻和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把这里呢全部把勾给它取消掉，再把这个显示选项给它放回去这下我们的后台就属于一个干干净净的一个状态。首先我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你到一个 你到一个 WordPress 的这个后台安装的这个界面呢，我们可以做哪些操作？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先来关掉一些插件。那我们先点这里一个插件，这儿有一个已安装的插件。那么这些 Hostinger 的这些工具呢，这些我们都用不上我们直接把它勾上，点击批量操作点击禁用，点一个应用。那我们要让我们的后台不必要的东西全部把它禁用或者删除这样就不会占我们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再勾选一下，这里呢再点一个删除，点一个应用这儿需要点一个确定，那这里呢就被删除了。这个缓存插件呢，我们可以先把它先勾选一下，这里呢点击一个禁用，点一个应用。那我们先给它禁用一下后面呢我们还用得着，所以这儿我们先不删除它。那这个缓存插件呢，如果说你不把它关掉了，别人在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呢，这个呢它会让你的访问速度变得。那么这里呢，什么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缓存插件打开？那就是说当我们保存一些当我们安装或者添加了一些新的插件或者模板在使用的时候呢，会出现问题打不开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来把这个缓存插件呢给它启用一下，刷新一下。现在呢，我们暂时先给它禁用掉。在我们把这个网站设计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把它打开。这里呢，我们把它禁用掉之后呢，那你的网站呢就没有缓存的这种存在了。那刚才给大家操作的呢，就是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插件的删除或者启用，相信呢大家都能理解。这个 WordPress 呢，为什么它那么强大主要是因为 WordPress 里面呢，它有一个叫插件的这样一个功能。你可以看到这上面呢会有一个安装新插件，这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WordPress 呢，它里面是有成千上万的一些各种插件它可以帮你实现各种功能。你可以根据你的网站的一个需求来去安装这种不同的一些插件可以来增强你网站的功能。这个也是为什么 WordPress 它会这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再往上呢，这里呢就是一个外观。那这个外观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就是网站的一个主页。我们的这个网站的主页呢，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外观，或者说是
主题啊，它有这样几种的一个称呼。那主题跟这个插件一样啊，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主题。那同样啊，它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主题。那这里你可以点击上面，这里有个安装新主题。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呢也有成千上万的有免费的以及付费的一些主题。那么插件也是一样的，你需要什么插件，你可以在搜索插件里面呢来找到你想要的一些插件。那么这里主题呢，它这个 WordPress 呢，它默认自定义呢帮我们安装了一个主题。如果这里可以看到其他还有2个我们不用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可以把它点击放大，这里把它删除，确认删除啊，这个也是一样啊，我们不要让它占我们的内存，点击删除，确认，那么我们就留下一个主题就可以了。那这里为什么要求大家把它删除啊？如果说你不删除的话，那它以后呢会经常要求你来更新，会比较的麻烦啊，所以我们就不必要去保留它啊，你就保留一个你现在需要用的就可以了。那么这个里面呢还会有一些啊，你有的做博客文章的哈，博客文章网站的，你要写一些文章啊，可以写文章。那这里面呢还有媒体，那么媒体库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图片、视频啊等等一些相关的啊，就存放在这个里面。那我们网站的后台呢，简单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后面我们会用的一些功能的时候呢，我们再去介绍一些特殊的功能。但是呢，这里呢还有一些基础的一些设置啊，这里还是需要给大家讲一下。那么这下面可以看到有个设置，那在这个设置常规里面呢，你需要来更改一下。比如说第一个是站点标题，那么你可以把它改一下，这儿改成你相关的一个标题，那么我就改成小鱼儿在线商城。下面这里呢可以看到 WordPress 的一个地址啊，这里有一个可以看到一个 HTTPS。那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在建站的时候呢还没有去给它增加一个加密证书。我们这里呢你可以直接简单的给它增加2个 SS， 增加完这个 S 之后呢，你再去重新登录一下你的这个 WordPress， 这个 S 呢它就它就会生效成功了。那再往下拉呢，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设置啊，日期还有时间格式，你可以选择你的时区。那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新用户的一个默认角色。那这里呢我们一定要选成一个订阅者，千万不要去设置成什么管理员，这样呢就非常的麻烦了啊，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设置好。你的一个站点的语言可以看到，你的站点语言呢，这个呢还是要根据你的用户来选择呢，会比较好一点，不能说是你自己觉得这个语言适合你，那么不一定适合你的一个顾客。设置好之后呢，鼠标往下拉，这里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商城的一个主页的一个样子哈。那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查看站点，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里面呢，它是默认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样子，比较简单哈，什么都没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安装一个全新的一个主题，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一个外观，我们点击这里一个主题，我们需要安装一个新的主题这里点击一个安装新主题。那么这里面主题会非常的多，也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主题比如说这个 Hello Elementor， 之前都有带大家来去安装过。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安装的这个主题叫 Esquire， 我们直接点击这一个安装，这里点击一个启用，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之前的这一个呢给它放大，给它删除放大之后给它删除。那这里安装好这个模板之后呢，这上面它有的可能会出现，有的不会出现，它这里会出现让你安装一个模板库。我强烈建议大家呢去安装这个模板库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这一些现成的模板，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如果出现了这里有一个安装模板的这个它会出现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之后呢，你就直接点击去安装。那么你一直往后操作呢，它会出现2个选择一个是用 AI 建站，一个呢是用一个 WordPress。那么一个是 AI 建站，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建站方式这2种方式都可以。你可以用 AI 建站呢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使用，传统的模板呢其实也很方便，建议大家呢选择第2种方式。那再往后它会让你选择有两种插件来搭建这个网站第一个呢是一个有一个 WooCommerce， 还有一个这个插件建议大家选择这个 Shortcut。这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 Shortcut 来创建这个网站。
那你跟着它的步骤来去操作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这儿没有出现像小鱼儿这样子，那么也不要紧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插件啊，找到插件之后呢，我们点击这里安。那如果你的这个 WordPress 后台呢，它没有出现这样一个选择模板的这个按钮了，那么也不要着急，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那我们可以去直接安装这个插件。我们鼠标来到插件啊，点击安装新插件。那么你在这里可以搜索这个 shortcut，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搜索 shortcut， 把它输入到这个里面就可以。那你甚至还可以啊，这里还有一个上传插件，也可以用上传插件的方式呢，把它上传进来是可以。那接下来就是第一个这个选择就是 shortcut， 那我们这就点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之后呢，这儿我们就点一个启用。接下来你就可以在左侧呢可以看到这里 shortcut 的这一个插件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 shortcut 里面呢有很多的设置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去设置一下它里面的一些功能啊，去填写一下。那么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在 shortcut 这里我们点这里一个 settings， 我们首先点这个 shortcut 里面有一个开始，这里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给它翻译一下啊，你可以在你的谷歌浏览器里面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那这里呢它可以看到让我们来设置一下你的一个在线商店。这里呢如果说你现有商店可以直接连接，那么没有我们点击一个创建新商店。那么你的品牌颜色，你的品牌颜色这里你可以设置一下，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大概选好之后呢，点击一个申请。你商店的一个币种啊，你可以选一下啊，这下面呢有一个币种的选择，选好之后我们就点继续。那这里呢它会有2个起点，第一个呢是从头开始，第二个呢是从演示产品开始。我们学习的话，那我就从这里从演示产品开始，点一个继续。这里呢需要一个确认商店的一个通知邮件，我就用这个邮件点一个继续可以看到呢它就正在设置你的商店。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的商店已经设置好了，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那么它会跳转到这里这就是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那这里产品呢、图片呢、价格呢，这里面它都已经设置好，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个产品来看一下。这里点击这个键来查看，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它的标题、图片这些都有了。这里呢你可以选择添加到购物车，也可以选择立即购买可以点一个立即购买。这个时候填入你的一个付款信息，这里呢直接进行支付就 OK 了。那接下来呢我会逐步的给大家介绍它的一些设置功能。那么我们需要先去设置一下这里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 shortcut 这里面呢会有一个，这里有个 settings， 我们点一下。这个时候呢它会带我们来到这样一个设置的页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页面呢它有很多的选项，这个就足以代表了 shortcut 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功能。这里我来一一给大家讲解。首先我们点了这里第一个我们要设置的就是我们商店的一些设定，就相当于是你商店的一些你的商店对外的一些信息。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比如说第一个你商店的名称，那我这儿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小鱼儿，这里呢后面呢是你商店的一个网址。那这些呢里面它有的呢都是自动抓取填进来的，我们需要来改一下。还有这里你商店的一个货币看一下，那这里还有一个时区，商店的语言，包括隐私政策页面等等。那么这里填好之后呢，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相关的来把这里填写好之后呢，你可以点击一个保存，接着往下看。那么接下来呢，你的商城建好之后，那你可能会有发很多的邮件要做一些邮电营销。大家知道国外呢邮电营销呢是非常火的，你能有一大批的邮箱呢，那么你就相当于拥有了非常多的一些顾客你可以随时随地有促销活动或者打折的时候呢，可以向他们发送一些邮件。那么之前小鱼儿也给大家分享过一些这个 GetSpots 那自动化邮件营销的一个教程，那么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一期教程，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和右上角。那在这里呢你就需要填入你的名字比如说你想让别人知道你的名字是谁，向他们发送的。比如说我在这里就输入一个小鱼儿，在后面呢就是输入你的一个发送的一个邮箱号，这个呢是你的一个标题。那我希望我发邮件的时候呢，让他们知道是我发出去的，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后面呢，比如说我发送邮件呢，我会用这个发送。那当客人
回复邮件的时候呢，我也希望他们回复到这个上面来。这里填写好之后呢，你也可以点击一个保存，接着往下拉。那下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呢，就是一个联系信息。这里面呢，大家要填上自己的一些联系方式、联系信息，那特别是地址。这个目的呢，如果说商城呢要给对外面的发邮件，根据 email 的一些法律法规呢，那你的这个邮箱的这个落款呢，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地址，要不然的话，它很可能被标记为垃圾邮件。那这样客户呢他就看不到了所以建议大家这里呢一定要把它填写清楚花点时间来把它填写清楚。那填写好之后呢，就直接点击一个保存。我们就来看下一个重要的选项，我们点击这个第二个呢，设计你的一些品牌设置。这里比如说他会问你你的品牌的一个颜色，你可以点击这里一个颜色选项选择你对应的颜色，下面还可以更换其他的颜色。这里呢加入你的一个 logo 这里是你的 logo， 你可以填写添加你这里去设置设置你的一个商店的一个 logo。你的主题是什么你可以看一下，你这里点开看一下是亮的或者是黑暗的。这里他告诉你，如果说你的主题已经具有黑色的背景，那么就选择一个黑暗。那再往下呢，就是一个购物车的一个设置。那这里呢有一个购物车的一个选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呢第一个呢是一个手提袋第二个呢是一个购物车。如果说你希望添加购物车呢，你这里你就可以选择购物车。这两个其实都是购物车但是只是它的显示方式不一样我建议大家选择这一种。接下来呢，选择一个购物车的一个类型它都购物车的图标类型这里点击这里有个倒三角，有一个悬浮的图标，有一个购物车图标。这里你希望它出现在哪个位置上？我希望呢它出现在一个导航条上面，我们就选择这个购物车图标。这里呢还有一个加号，我们来选择这个增加。那增加到哪里了你这里你可以点一下增加到哪里，增加到标题。购物车的位置你可以看一下，你希望它出现在哪边，比如说左边或者右边，那就出现在右边一直显示这个购物车在菜单栏的这个位置。设置好之后呢，你可以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找到这个产品，我们打开这个产品看一下。OK， 那你可以看到刚开始它这里是没有这个购物车的这个图标现在呢我们添加好了之后呢，这里呢它就出现了一个购物车的一个图标在这里。那这个购物车图标呢，它对这个商城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在这个顾客呢他添加了购物车之后呢，这里面呢它会有相应的一个变化。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那比如说这个呢是订单和发票。比如说你在这个会计上面呢有什么需求，比如说你的订单编号的一个前缀，那我想你以多少，你以什么开头，你想要以什么开头，你的前置是什么，后缀是什么，那该怎么排列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要求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去填你的一个订单编号的一个前缀，你的订单号顺序这里你可以看到是随机数字母。下面呢还有一个支付的一个要求，在这里呢你也可以来填一下。那这边的功能非常的多，可以看一下。那它呢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那么就是这个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契单。那当顾客呢他来到你的网站呢，他放了几个东西在他的购物车里面，他就选择了离开。这个功能呢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它会在隔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去给这个顾客呢发送邮件，说你遗忘了什么东西现在呢有什么优惠活动，你千万不要错过等等。那么这个呢是非常有用的有的时候顾客呢他放进来只是忘记了，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醒他，来提高我们的一个转化率。这个呢就是一个订单的一个邮件，所以这里呢你来启用你启用你的一个商店的这种打算契单的一些购物车，这里可以把它启用。那还有一个强大的功能呢，那这个它其实实际上它是一个订阅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做实体产品的，那这样的一个网站呢，可能你就没有这种订阅的这种可能。但如果你卖的是一个软件，你的客户呢每个月都要来购买你的
产品，可能他会每周都购买你的产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订阅。这个呢也是 Shortcut 它自带的一个功能。你有这样一个功能之后呢，可以让客户呢每个月自动来给你付款，来你这里买东西啊，这个真的非常厉害。这里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啊，可以看到非常的多。那么这个 Shortcut 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呢，就是这一个关于税务的一个功能。那么这里呢，它可以去帮你计算税率的这样一个功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税率这个问题其实它非常的复杂啊。当然有很多人呢可能会选择用一些专业人士来帮你把这个税务的问题解决哈。那么小鱼儿视频下方也有一个Fiverr 上非常专业的一个财务报税的一个链接啊，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下。那这个功能呢，税务的这个问题哈，它也可以帮你去计算。那么这些功能呢，你都可以去把它打开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你所处的这个地区不同啊，或者说你卖的目的地也不同，它的这种税率呢，它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通过这个功能呢，其实就很容易的去收这个税率。那么还有一些关于什么运费设置这些呢，同样也是地区不同，那么你的设置的运费呢也会不一样，根据这个法律规定来设置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所含税的价格，你也可以选择不收这个税率。关于税率方面呢，大家可以去多了解一下。还有就是一个收款问题，还有就是这个收款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提供了几种常见的比较常见的几种比如说这个 Stripe， 那这两个呢都可以连接到你的这个账户你可以直接连接到这个 Stripe 或者 PayPal，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收款这里你可以点击，这里也可以有一个三角，可以点击去进行一个设置，所以呢非常非常的方便哈。最后呢，它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些设定，比如说防止这个垃圾邮件，那这些功能呢你都可以去打开，可以来设定。那它里面还有很多这些相关的一些高级的一些设定，这里面的选项很多。那这个呢也能代表它真的非常的强大。那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我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用到的呢只是一个免费的版本，你还没有去用它的一个收费版本。那它是有免费版本和付费版本。目前呢它是可以看到它是有3个套餐可以选择的，有一个免费的后面还有2个相关的，那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那么现在免费的这个版本呢，其实刚入门的朋友呢用这个呢还是比较可以。这个呢也是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 Shortcut。那这里所有的相关信息呢设置好了之后，接下来呢鼠标往上拉，你可以看到这里呢要完成你的商店设置即可上线，这里要去填写相关的一些完整的一些设置，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哈。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首先它要求我们要建立一个 Shortcut 的一个账号，那这个账号是免费的。如果说你已经有了这个账号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登录。那没有的情况，你可以选择注册一个全新的一个账号。比如说如果说有谷歌邮箱的，你可以点这个邮箱进行登录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就会来到这个界面，可以看到我们哪些已经完成了，哪些没有完成。可以这里商店已经创建了，已经连接到 WordPress 了，并且呢已经有产品了，但是还没有添加这个付款，还没有开始销售。那么这些呢后面还有可以去调整一下你的商店的一些设置，那么我们按要求呢一步一步去完成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又回到这个 WordPress 的这个后台，那在这里呢，那我们这个 Shortcut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初始设置呢就已经完成了。你可以点击这里，可以进入到这个 Shortcut 的一个后台这里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因为我们现在是刚开始，所以这里呢没有任何的一些信息。那么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大家常见的这些参数Shortcut 的这些参数。后面呢也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界面可以看到这些下面。那我们在完善一个商城呢，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产品。我们这边鼠标回到左边呢，你可以来到产品的页面。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翻译一下在这里可以看到第2个就是产品刚才给大家展现的这个呢是它的仪表盘。那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产品，那么我们就从产品这里开始。那我们先教大家怎么样去添加一个新的产品。那这里面是现有的一些产品，那怎么添加新的呢？鼠标回到最顶上点击这个 A 的，我点了从一个新窗口打开。
那在这里呢，你需要输入一个产品的名称，点击一个创建。那么接下来它就会跳转到这个产品的一个编辑页面。那就跟我们平时一样啊，一个产品呢，它会有一个产品名称啊、产品标题啊、产品描述哈，包括产品的图片，有的呢还会有一些产品的视频等等。这里呢，你需要输入描述、产品描述，再添加上图片啊。图片的话，那如果说你是卖什么产品，提前把产品呢给它直接呢上传到你的电脑来，把它再点击选择，把它上传进来就可以了。这里面有很多图片呢，都是我用 AI 生成出来的。大家知道 AI 图片呢，它是没有一个版权风险的。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儿上传3张图片进来。那我这里的图片呢都是，我的图片呢都是使用 Midjourney 的这个 AI 绘图软件呢做出来的。你只需要给它提示词呢，那么它就可以给你非常漂亮的一个图片，非常高清的图片。那么图片的提示词，那么都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想。那提示词呢，可以直接让我们的 GPT 呢来帮我们写好提示词之后呢，直接用 Midjourney 呢来生成图片就可以了。那么需要自己做图的朋友们，如果说你还没有 Midjourney 账号呢，那么在视频描述栏和评论区呢也有 Midjourney 便宜合租的一个链接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图片呢，我们就直接可以点击这里有一个右下角一个选择，那这里可以看到了，这图片呢就已经上传进来了。标题也是一样你是什么产品，你的产品比如说一条裙子那这个裙子的这个描述呢，同样呢你也是可以让直接让 GPT 呢帮你把写这个产品描述。那我这里用的是 GPT-4o， 可以看到它呢有一个可以上传产品。那这儿我就把这张图片呢发送给他让他帮我写这个裙子的，让他帮我写一下这个连衣裙的这个产品描述。那 GPT-4o 呢，它是有一个识图的功能如果还有朋友你用的是 GPT 3.5 这个免费版本呢，它是没有这个识图的功能一定需要升级。那么升级我们就需要有一张国外的银行卡，就是这个 Board。那它呢可以轻松的帮我们升级你的 GPT。除了升级 GPT 呢 ，Midjourney 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主流平台呢都是可以用这个虚拟卡来帮我们升级。没有的朋友呢，视频下方呢也有Word 的一个链接大家可以直接去打开。这里的一个产品的描述呢就已经出来了，你可以直接这里复制，把它填写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了。那下面呢，根据这些如果说你有产品的SKU 那你也可以把它填进来，把这些相关的信息呢给它完善一下。完善好了之后呢，这里直接点击一个保存。因为这边呢它很多信息没有填写，那我就还是用我们刚才的这个，回到我们的一个产品页面首页，点击左边的这个产品，可以看到我刚才的连衣裙呢就已经添加进来了。这里我们还是用这个演示的这个图片来给大家讲这个呢它是系统自建的它更容易方便我们理解这里我就直接点击它，这里有一个编辑按钮，我们点这个编辑按钮，我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第一个就是产品的一个名称，那它这里已经填好了。第二个就是产品的描述，那这里也已经有了包括这里面如果说你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关键词你想让它粗一点，那么你可以直接点击上面把它调的可以看到这里就变得更黑一点。鼠标往下拉，这里呢就是产品的一个图片。其实这些上面这些标题和描述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搞定，用一些 AI 工具来优化一下就可以了，直接复制进来就可以了。图像这里呢放在第一张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主图。那如果说你有更好的图片呢，你想调换它的位置，我们也可以在你直接鼠标按住拖动它来调换它的一个位置。那么每一个都可以直接把它拖过来位置是可以调换的。这里呢你还可以添加图片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添加，点一下你就可以直接呢来上传图片。当然这上面呢还有个删除键比如说这个图片你不想要了，这里有个删除键，直接点击删除就可以了。我这儿呢用的是一个演示的，它里面现有的一个产品呢给大家讲解。那这样呢其实它不会，那这个里面的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图片这下面有一些相关的图片，它是它这个软件里面的这个 Shortcut 里面的一些，它是直接上传了这个 Shortcut 的后台的服务器，所以呢它不会占用你的自己的一个服务器的空间。那么这张记住它就是一个产品的主图，我们主图呢是要放的比较吸引人的一张图片呢，把它放到最前面这里。
大家可以任意的拖拽。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下拉了，这里就是一个价格。那这个价格呢也是可以编辑的，后面有一个编辑按钮。这里呢它也写了，这个呢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价格。我这儿给它返回到一个原文哈，在这里呢你还可以增加价格啊，你可以点击这里一个增加。那这个增加价格呢就非常的灵活了啊，不像之前的这个乌克模式，那比它呢会更灵活很多。这里你可以啊，比如说给这个呢取个名字啊，我这里就很随意的编写一个。这儿呢我就选择这里有一个订阅价格。那这个呢我就是希望我的用户啊每个月呢都可以来购买一次，那这个价格我就会相对于这个第一度的这个价格呢要便宜一些。比如说我这里会输入个19啊，他每个月啊可以来买一次。那他每个月来买一次呢，他就可以以这个啊原本24的呢，他就可以用19的这个价格呢来购买，因为我们正常的价格呢是24。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一个比较。好了之后，这里下面呢点击一个保存，你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呢它就又多了一个价格，跟上面的一个价格对比呢，那这个用户呢他需要每个月付19块钱19美金来购买一个订阅，他可以每个月来消费一次，这样呢他就会获得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下面呢它还有一个价格，还是点击这个按钮。那它还有一个这儿再次输入一个名字，这里呢我们选择这里鼠标往下拉，第二个分期付款。那比如说这个衣服呢是24，那它可以分成3期，它每期呢可以付8块。那这里比如说我跟它分成一个3期，分3次付款，付款的数量在这个下面哈，它分3期来付，每个月呢可以付1次啊，在后面是每月付1次，甚至还可以设置成每天、每个星期、每年都可以啊，每个月付1次，分3期来付款。当然这个呢不是针对这些这种小额的它主要是针对有一些大额的，比如说有一些软件它卖的比较贵的或者说比如说像服务器这些一下子要几百美金的这种，那它可以分成个3、4期这个分成几期这个也很灵活你说几期就几期，那么这个地方你也是可以改的这个很灵活的。像这种有个300块钱，它分成3期，每个月呢付100块钱，相当于呢这个产品呢可以分期付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呢就是一个价格的一个设定，这儿我就没有把它添加上那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库存的一个管理。那如果说你需要追踪库存的话，你就把这个按钮打开这里呢就把它打开。那如果没有库存，可以看到已经没有了，你还想要继续销售，那你也可以把这个打开。就有的你的货源比较充足，你拿货也比较快，哪怕你的商店售空了，那你能够快速的把这个货呢给发过来也是可以的像这种售空了还要继续出售，库存没有了还可以继续出售，这个你也可以把它打开。那再往下呢，这里如果说你有一个 SKU， 你可以到这里来定义你的这个产品的 SKU。 那在这里如果说你勾选了库存管理的时候呢，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先跳过中间，这里往下看，这里就会有一个填充你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数量的这样的一个选项。这里呢有一个倒三角，我们点一下，那么调整一下，比如说你的每一个库存有多少，这里比如说有个10件可用10件，手头有10件，那么你就把它填进来这里呢点一下你有多少，把这个库存给它写进来。那如果你不追踪这个库存，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关掉，那鼠标往下拉，那可以看到这里就不用填写，你就不用去填写它就没有对应的库存选项了。那中间这里呢还有一个变体你有颜色大小的尺寸的有一个变化，这里呢你可以点击这个编辑，说你的这个衣服呢有很多的尺寸，那并且呢有很多样式，有很多颜色。那么这款产品呢它就是有个尺寸和一个颜色的它就有一个尺码的一个设定和颜色的设定。那这样呢可以看到顾客在下单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根据他自己喜欢的一个尺寸颜色来进行一个下单，这样呢就非常的方便。这个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选项这个就是一个在线商城里面它必须要有完善这些功能。我们鼠标再往下拉，那么这儿呢有个 integrate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其实这个呢，就是这个 Shortcut 呢，它可以让你的商城呢跟很多很多的软件呢连在一起。这里你可以点开看一下啊，它这个里面呢，点击这个倒三角，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内置了跟这些软件呢相连的，比如说有一些课程的售卖啊，有论坛的结合等等，那这些呢都可以来跟你的这个产品呢进行一个结合做出一些很多很多的一些相连。那这里还有一个下载。那么这个下载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的这个产品呢，当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如果包含一个下载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你可以点开，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文件呢，给它添加进来。你可以点击这里去上传你的文件。这个 Shortcut 的后台呢，它会帮我们保存来提供给这个顾客呢去进行一个下载。如果说你是卖软件的话，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我们是一个在线商城那你肯定是卖各种商品的都有也有一些什么虚拟产品什么课程之类的那你这个可能就用得上这儿我就不再详细介绍。那么这里我们鼠标往下拉，下面呢还有一个 SEO 的一个设定。那这个 SEO 呢，其实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当别人在搜索引擎的时候，包括我们的 Google、百度等等他们在抓取你网站的时候呢，它就需要这个 SEO 的这里面的一些关键词。你希望这两个地方呢，它显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标题，或者显示什么样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其实大家要好好的去把这个地方呢给它做好一点把里面呢写上一些相关的关键词。它跟我们上面的标题和描述呢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抓取和你客户呢他在网上看到的呢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搜索引擎这里一定要去单独去设置一些标题和描述。鼠标回到右边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呢还有一些设定，比如说第一个可购买，现在呢是不是可以购买还是不能购买你可以去设定一下。还有模板还有一些产品页面。那这里呢包括呢还有一个产品的一个后缀你的链接的这个后面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后缀可以自己在这里来控制一下也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插件呢它已经是相当成熟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运费的一个设置。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运输重量这里你可以看到是磅还是公斤还是一克以这种来设置。或者说你是一些数字产品或者服务呢，你可以看一下它里面它的这个设定呢是不一样的。再往下呢，这里就是一个关于税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收税，我们设置了一个税之后呢，在这里呢你可以去勾选它，你可以把这个按钮给它打开。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是收税还是不收税，因为不是所有的产品呢它都收税，那有的产品呢它是不收税的鼠标往下拉，这里呢还有一个这个呢相当于其实它就是一个产品系列这个产品系列你的产品呢有哪些系列？比如说你卖服装的有男装、女装，或者说有上装、下装，有裙装、有冬装，你可以在这里来添加一些产品的系列。等一会儿后面会教大家怎么样来设定这个产品系列，你就可以到时候呢就可以把它加入到这个里面来。这个呢是主要是针对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类目它的里面的东西比较多的这种它肯定会有一些系列。下面这里呢还有你可以去设置每一个商品呢你的顾客他最多可以买几个。这里呢大家呢就可以通过这些去丰富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面的产品信息呢非常非常的多每一个产品信息呢这里面呢都与它的功能呢都是比较相关联的。所以这个页面大家可能看起来它是非常的简单，但实际上它的功能却非常的强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页面的一个样式它具体展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式。其实这个设计呢它就已经非常的完美了，包括一些间距细节这些呢都比较到位。那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个页面还是不够满足还是想要再来修改一下，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操作呢？接下来来看一下。那其实这里面这些样式呢它都是可以定义的，我们可以去这个产品页面上来去修改。那么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产品页面上，那鼠标往上拉，那这里来做在右边这里有个 template， 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一下。那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其实是有两个选项，它这儿是默认的给我们选择了下面一个选项。那么你在这里对它进行修改的时候呢，那这里我们想要对它进行修改，怎么修改呢？你可以看到那这里我们不动它，我们还是
点击下面这个，那这个模板呢，现在呢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模板啊，这个产品页面的模板呢，它用的是这个模板，那就是这个默认的模板。那我们想要修改，可以看到下面这里它会出现一个编辑模板。那么带大家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模板，我们点这个编辑模板，选择离开。那么 OK 看到了，其实现在这个模板呢，它是来到了这个 WordPress 的一个编辑的一个界面啊，这个页面就是 WordPress 的一个编辑界面。首先这边呢，左边是一个大图啊，就是我们刚才展现图片的地方。那下面呢有很多的小图，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块。那右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标题，还有我们的价格。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当你鼠标选中这边模块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蓝色的边框，可以看一下。那这边我们已经选中这个模块了。那这下面呢，它是有5张小图啊，可以看到左边这里出现了一个5。那我想让它变成3张小图怎么办？那么我们就把这个5呢，跟它改成一个3。啊，这里就只有3张图片了，我们这儿点一个保存。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产品页面，就是这一个大图下面呢有5个小图呢，有一个图没有显示出来啊，这儿我们点击一个刷新键 ，OK， 你看到现在呢它就只有3张图片，因为我们刚才呢对这里呢对这儿进行了一个设置。那么我们这儿在修改这个页面，那么这边呢也是可以改的哈。你比如说我们选中这边，那你点中这个标题，那这个标题呢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是用的一个 H1 的一个标题，你点一下啊，你可以选择变成 H2， 也可以直接点完之后呢，点着这边有一个样式，这个样式呢你就可以比如说这个字体的大小在这边鼠标回到右边这里32，我给它改成一个50，那它会变得更大。我改成一个10，那可以看到了，它就变得非常的小变成一个30，这里呢它就会进行一个变化。那文本的颜色可以看到这里呢，你还是可以去更改的直接选中这里，比如说我想把它变成一个红色那也是没有问题变成这个橘色的。那下面呢还有比如说你想要它全部大写，你就改成全部大写，或者全部小写，或者大小写都有这里都可以改。每一个区块可以看到每一个模块的地方都可以改它都有对应的你只要你的鼠标选中之后呢，你就可以回到回到右边这边来改。那像这里面的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尺寸，你直接可以选择大小尺寸都没有问题包括它的一个内边距还有一个外边距，这些你都可以去改，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改。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喜好来去修改它的这些设定。这个只是简单的一些编辑你也可以去改一下。那除了改这里呢，还有它还可以有其他的一些变动，比如说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3条线，点一下。那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些模块看过小鱼儿教程的相信都懂。每一个网站它的里面的都是由一些小部件和一些构建器呢组成的，还有一些文字、视频呢，包括这些小部件组成的每一个部件都能看到在这边的你选中哪一个，它就是对应的哪一个地方。那么这些位置呢，其实你都可以挪动它你可以拖动它的位置可以调整它的上下可以调上调下都是没有问题的这里还可以把它收起来它其实这个里面就2大板块。那其实建网站真的非常的简单之前呢，这里小鱼儿之前有给大家分享一期3小时的这个WordPress 建站的一个详细教程，那里面呢有告诉我们的一个网站它是由哪些部件组成的，非常的详细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我会把链接放在方和右上角你可以来先入门一下，学习一下也是 OK 的。那么回来这2个它是一个是在左边，一个是在右边。一般我们的价格是在右边。那如果说你想要调整它的位置，同样抓住这个直接往上拖可以看到我们的价格就跑到左边来了，右边变成了图片这个呢也是可以，我们也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变动。那我再给它变回来。那么这个上面呢可以看到它这里呢，如果说你想在里面去添加一些新的内容也是没有问题了。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加号点击这个加号，这里面相关的这些小部件呢你都可以把它添加进来。比如说你想加一个图片或者说你想加一个音频，这里面它的小工具非常的多。比如说想加一个标题，你可以点击一个增加，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就跳出来了一个
一个标题，点一下呢，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去输入一些相关的内容，不需要我这儿直接点一个上面呢左上角有个撤回键直接撤回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是针对想要更改这个模块的人，那你就可以想来在这个界面呢对它进行一些编辑，编辑好之后呢进行一个保存。WordPress 里面其实它有相当的多的一些可以看的一些主题、一些小部件哈，你可以潜入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你要加入一些什么链接图片等等，什么页脚这些完全都没有问题 ，logo 这些都可以哈。所以说这个页面呢，你可以根据你的想要的一些功能哈，你想让它进行一些变化呢，那么就可以按照刚才的方法去进行一个操作去设定。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后台，还是点击这个编辑按钮，这个是我们刚才点击的，在这里呢，我们来进行的一个编辑。除了我们现有的这个编辑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呢增加一个，比如说呢，这里你可以取一个你这个模板的名称，点击创建，那你可以创建一个模板那么你甚至还可以选择这一个模板。这个呢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可以新增一个模板，我们还是同样选中这个模板呢去编辑这个模板。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个模板呢进行任意的一个定制，它的定制的很特殊因为它有的产品呢你就可以选择用它，那么有的产品呢你就可以不用它你也可以专用哪些产品它呢就是一个专属的一个模板跟其他的模板呢不一样。那么这个模板你点过去，同样就是用 WordPress 里面的一些插件呢去进行一些编辑，这个呢就比较有针对性哈。所以说这个真的所以说这个 Shortcut 真的非常的强大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去设定一个页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往下介绍。好，那这里介绍完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那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Clackens。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呢有一个 Clackens， 我们点击让它在新窗口打开。那这个呢，其实它一个产品列表的一个页面，就是一个产品集合的页面。可以看到我这个里面呢没有任何相关的一个信息，因为还没有创建。这个其实它实际上呢就是一个组合一个系列比如说你卖衣服的话，有上装下装有鞋子，那它都有一个系列。这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新的一个系列鼠标点上面这个 ADD 点一下。那么在这里呢，你需要给你的类目呢取一个名字比如说这里我取一个男装上衣，这里呢点击一个创建。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有了一个产品的一个系列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对应的产品呢给它添加到这个系列来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产品页面，比如说这里呢还是这样一个商品，我们这里点击这个 ADD 点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一个男装系列。那就把它添加进来之后呢，这里呢我们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呢我们点击刷新一下，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的男装系列里面呢就有了一个商品。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些相关的商品，你可以创建一些系列，在编辑页面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给它添加到对应的一个系列里面去。那比如说这个呢它属于哪一个系列，在这里呢你就把它添加到哪一个系列里面就可以了。这下面呢你可以有上装下装，有童装有婴儿装这些呢你就可以把它直接添加到对应的这个系列里面就 OK 了。那这里呢我们还可以查看，我们还是点击这个产品系列，这里我们点击这个男装，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儿呢我们就已经添加进来一个商品了，你点击查看就能看到这儿我就有一款商品呢已经添加到这个系列里面来了。那么这个 Clackens 呢，它的方式其实就是用来调用产品它可以调用一个产品系列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方便可以让你的让你的首页的菜单这个导航栏呢，它会有一些相关的系列呢，你就可以直接比如说某人他要去看什么衣服的时候呢，那他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一个系列里面来。OK 了，有了产品系列之后呢，你可以在你的菜单栏里面去设置可以鼠标点击这个设置，你可以找到这边的外观，外观里面有个菜单，那么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呢创建一系列的你的这个菜单。比如说你这里是一个上装，你可以把你的菜单名呢取名为上装，保存一个菜单，那可以让它呢出现在这个菜单栏里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城，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那这样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建成了一个可以运作的一个商城。
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体验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顾客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呢，我们怎么样来下单。这里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一款衣服呢，我就直接点击进来看一下这个一套的这个下单流程哈，我们的一个结账方式，鼠标往下拉，那这里呢就有一个，那么有一个添加到购物车，有一个立即购买。那其实这个 Shortcut 呢，它真的这个软件非常的好啊，它可以直接点击这里加入购物车。加入购物车呢，这里你可以在这里呢，你可以输入你的一个优惠券优惠券代码，输入完成之后呢，直接点击这里来去付款。那么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下单方式，在这里顾客输入他的一个邮箱号输入他的一个银行账号，这里就可以把这个优惠代码来给它添加进来，直接点击这里付款就 OK 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下单方式，一步一步的先加入购物车，然后再填写信息，最后再付款。这个呢是一个标准的流程，那还有一个更快速的一个结账的方式，这个呢也是 Shortcut 它一个提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下单的一个方法。那这里呢，我也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操作。那么这儿还有一个地方呢，再给大家讲一下这里呢，我们点击这里加入购物车。如果你这里如果加入有多的话，这儿呢你可以点击把它减掉，点击一个付款。到了付款这个页面呢，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那在最顶上这里呢，它会有一个实时模式，有个测试模式。不放心的情况下你怕你弄错的情况，你可以把它先翻译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选的就是一个测试模式，然后这里顾客输入完成之后呢，这儿就可以直接点击一个付款，这儿点击一个付款，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已经下单成功了。这里呢相关的这些内容呢我们都可以改我们可以从后台来改这些把它设定成你想要的一个语言。接下来我们这里再点一个继续 OK，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其实它就是展现给顾客的页面这里呢有一个后台它的一个订单，这个后台呢是客户的一个后台，这里有订单，有下载等等，那这里有这几个功能。这些如果说你不想要，你就只想让它出现一个订单或者一个下载。那如果说有很多你卖的是一个虚拟产品，肯定就会在这里会出现一个下载，或者说你卖的一些什么线上课程呢，那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按钮。根据你自己的你的产品来你来想要展示些什么，那么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去设置。如果说这些你不想让它展示，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呢都可以全部把它勾选掉只剩下一样也是可以的。还有的呢你是卖订阅的那么你就需要有这样的。那像我们这个是卖的是商品，那么这个出现的它就是一个商品，这里你就可以点进来看相关的一个信息，这个就你购买了什么东西你的一个订单详情，那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里呢你还可以来对它来进行一个下载。那现在给大家演示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付款一个下单的模式。这呢已经证明了我们就已经完整的创建好了我们的一个在线商店。那我们的这一整套的这个商品流程呢，从下单到付款呢是没有问题的。这儿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客户的一个体验，客户的一个后台，这些不需要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完全给它取消掉。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个模式那不需要这样一步一步的去这种就可以直接售卖。那么这样呢，就会提高我们的一个转化率不会给这个客户呢太多的一些考虑的时间。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直接销售。那么这里呢，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那还是回到我们的一个产品页面，这里呢还是点击这个编辑按钮。在这里呢，我们鼠标回到右上角了，这里有出现一个，这里呢鼠标回到右上角，这里有出现一个即时结账，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那么这个即时结账是什么意思呢？说它可以快速的结账不需要走一些繁琐的过程了。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这里呢不用管，我们直接点击下面这个按钮你可以看到它当顾客点击这个商品的时候，它就会直接跳出来这样的连付款页面都已经有了直接在这里输入优惠券代码付款就 OK 了这个就是简单的一步到位，相当于它省去了加入购物车再结账这样的一个过程直接一体的这样一个页面把这个付款页面和产品的这个页面呢给它连接在了一起。那同时呢，你还可以把它发给任何一个想要结账的人。回到这里即时结账可以看到了下面呢它还会有一个链接，那你可以在这里呢前面需要操作一下。这呢我们要把这个按钮打开，
再来进行一个复制。那这里呢，这个你想不想显示 logo？ 不想显示 logo， 那这个也可以给它关掉。这里打开之后，我们呢再来复制这个链接。接下来我们从一个新窗口打开，可以看到那就是这样一个结账的一个页面直接就进入到这样一个结账页面。那么有了这个链接呢，你可以把它发给任何呢想要付款当有人他加入了购物车或者说呢他收藏了这个商品他没有付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链接呢推送给他，通过邮件的方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种结账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你的网站呢只有一个商品，很多它的网站很单一，就卖了一个商品，那你完全可以抛开这种传统的这种方式直接用这样的一个链接呢，或者说加上一个图片，加上一个链接呢，把它放在你的网页的任何地方，当有人点击图片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跳转到这样的一个结账页面，非常的方便便捷。那这种方式它就叫做一个快捷结账。那么接下来呢，点击查看我们的一个商城。那么我们的这个页面呢，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修改嘛？当然也是可以的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编辑页面，点进去。那么你可以看到呢，这些页面呢，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编辑。那这里呢，还是点击这里左上角有个3条线，那这里它会跳出来看一下。每一个模块呢，它都有对应的一个结构，或者你选中这整个，这边呢有一个样式，那在这里面同样呢，你也可以来进行一些更改包括它的背景颜色这里都可以比如说想让它有一点淡淡的颜色，你可以让它这样子这个浅绿色，或者说你想让它变成透明状的，有一点点浅浅的颜色，OK 也是可以的。可以看一下，给它添加了一个背景。这边呢跟刚才一样的你也可以去添加一些东西进来，你也可以移动它的位置。有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一个这一块不想要了，那怎么办？这里有个3个点这里有一个删除了，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区域给它删除。那这个呢不想要，同样呢我们也可以给它进行删除这边呢你可以留一些，怎么说呢，留一些你的一个产品系列比如说男装女装，当它点到哪一个地方，它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系列的一个页面，也是可以的，就这样简简单单的。那这里呢可以看到每一个里面显示3栏，你也可以让它显示4栏这样子也是可以的。这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改好之后点击一个保存，我们再来查看一下这个页面。OK， 那现在呢它显示的就是这样子的。在这里你可以在这里点击搜索你想要的商品，你也可以通过系列来找到你对应的一个商品。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设置吧，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优惠券的设置。那我们回到这里点击左边的这个 coupons 就是这个优惠券。目前呢这里是没有的，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我们可以增加一个优惠券。我们点这个 ADD， 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首先要填入你的一个优惠券的名称，那这个功能其实也非常的强大。比如说你想打几折比如说打个3折，这个优惠券名称你自己随便取接下来呢再输入一个代码比如说我这儿输入一个小于230%这个就是一个优惠券的代码别人填入这个代码呢，他就可以优惠这个优惠这个打这个折扣。那这个其实它非常的灵活。我们往下你还可以限定一些特定的客户，你的一些顾客呢，他往往会出现在你的这个列表里面你可以限定谁可以买，谁不可以买。那么你还可以把这个链接呢给到你的一个会员。那这儿呢还有一个产品的限制，你想哪些产品呢能打这个折扣，哪些产品不能打这个折扣你可以添加产品的一个限制。那这里你是想要百分比折扣，还是要一个固定折扣？百分比呢，这里就是比如说我输入一个30%，那折扣的一个持续时间你是想要一次还是永远还是重复？那这里设置一下。那么每张优惠券的一个使用限额，那还有每个顾客使用的限额。这里呢还有低价小计比如说我的这个优惠券呢需要这里呢比如说满了多少，比如说满了200它才能打这个折扣，或者说满500它才可以使用这个优惠券。那不可能说是我优惠30%，你买个
几美金的，那它也能打这个折扣，那是不可能的哈。所以这里呢，这个区域哈，大家要好好来考虑啊。你每张优惠券啊，限制使用多少次？那么每个顾客他的使用的一个次数啊，限制必须要好好的思考一下。那这里结束日期呢，这里呢也可以啊，你也可以把它打开啊，限制日期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结束？比如说啊，现在是2月3号开始，我要到3月3号结束，你要选择一个时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设置好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点击一个保存。这里的促销代码，那么你可以啊去尝试一下，用你的这个优惠券代码来去选择一个商品呢，去看一下啊，输入代码看它是不是已经设置成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商品的一个运费的一个设置区域，这里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一个之前我们看的这个设置，这儿呢啊，这个就是一个运费啊，你点进来。那首先呢，我们要开启运费的一个设置，这儿它会提醒我们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视频的这个价格啊。这里我们鼠标往下拉，鼠标拉到下面呢，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3种哈，可以看一下，它有3种运输方式。比如说，第一个是快的，第二个是中等的，第三个是慢的啊。慢的它的价格相对呢肯定会要便宜一点，所以它这里有3种。那这儿呢，你可以去编辑啊，你比如说你想给它重新起一个名字，那也是可以的啊，你改掉重新去写好了，把它更新就可以了。那么改好，我们再往上看一下，那这儿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默认的是整体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定义哈，产品的一个定义，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点进来看一下。那么同样呢，这里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详细的资料，这里名字呢你可以改一下，这个呢客户呢他是不会看到这个的。我们看看这里呢，我们能干什么？这个下面呢可以看到它是一些产品，这儿呢它可以有一个费率，你这些产品呢都可以用这种费率呢来进行一个计算，你都可以根据这个费率呢来这上面所有的产品呢都可以根据这个费率呢来计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设定根据你的产品你不同的区域你这个价格的一个区别我们就需要来增加我们可以邮寄的地区这里可以创建这个区域。那这里面有很多区域可以选择比如说你想设计哪里这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搜索这个国家这下面呢都直接把它搜索出来比如说呢，记得加拿大是一个运费是多少，那么你要记得巴西这个运费是多少。这里比如说我随便选择一个加拿大，选好之后这里你可以选择在这里填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名称填一个，比如说是北美区，再选择下一步。这里呢它有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你选择哪一种比如说最快的这种那你的运费是多少你可以设置个20美金。你也可以根据这个重量比如说是500块钱以上呢，你就固定的一个金额。那么这里你可以根据这3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定义建议选择就这统一的最快的这个就可以了，点击一个添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加进来了一个，那你还可以再次增加，你再可以选择一个最慢的，比如说一些偏远地区，像这种什么埃及这些我随意选一个，点击下一步，那么就是这种是属于慢的慢的呢运费呢你可以就设置的低一点你可以更改一个方式，这里就直接选择一个添加，这样呢我们就有了2个不同的一个运输方式，慢的价格是多少，快的价格是多少。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测试你选择不同的地区呢，那么它跳出来对应的它的一个运费呢就会不一样。当然这里呢你的商品主要售卖到哪些城市你可以选择你相关的一些城市来创建一个运费。这里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说像国内的淘宝包邮，那怎么样才能包邮呢？这里呢你还可以添加一个区域点击添加，这里呢会选择一个标准的，在这里呢你就要选择它的一个金额它必须满上100美金或者甚至是150美金，它的运费呢就是0，那么这就不需要运费这里你可以加一个这样的一个进来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它几种不同的一个运费模式。当它的金额达到我们要求的包邮达到这个金额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收取它的一个运费。接下来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3个功能。那这3个功能呢，也是每一个开店的一个店家啊，就是你不管你要做跨境电商也好，你要做网站也好啊，你都想要学习到的，每个都想学习到的一个重要的知识点。那么看到这里还有没有订阅小鱼儿频道的，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我的频道主要是给大家分享如何创建网站。OK， 那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页面，回到我们的后台。那第一个功能还是找到我们刚才的这个设置按钮，它里面有一个订单挽回，就是这个废弃购物车，这里点一下。这个功能呢，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废弃的购物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比如说我们来到一个结账的页面，假如有人呢，他访问了你的网站，那并且呢，他看了我们的这个商品，那他在这里呢也填写了他自己的信息，在最后的时候呢，他没有付款他就放弃了这个订单，他没有下单。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惜的只差一步之遥。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订单给抢救回来呢？所以这一步呢就至关重要了，我们就要把这一个呢废弃的购物车把这个启用。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系统开启这个追踪的这个功能。当顾客他在这里呢犹豫了没有付款，也有可能有事临时离开，也有可能呢是想要再考虑一下或者说呢是忘记了最终没有付款，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发送邮件呢来提醒他。这里呢可以看到你开启之后呢会有3封邮件有第一封邮件、第2封邮件，还有最终的1封邮件。那第一封邮件呢，你可以这里它有一个时间选择比如说1小时或者12个小时，那甚至更久都有。那么建议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在这里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的第一封邮件呢发送给了顾客，那他还是没有采取行动，还是没有付款，我们再来用我们的第2封邮件。那第2封邮件他还是没有负担呢，还是没有付款，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最终的一个邮件。那第3封邮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给他额外的，比如说你可以给他一个优惠券你可以给他优惠券一起呢发送给他。最后呢，你可以在你的邮件里面表明你的商品你的质量很好也想争取到你的这笔订单，那我可以给你优惠打折。那你看到我的这封邮件之后呢，那你可以通过我的优惠券链接呢来使用这个优惠券。优惠券如果说你不用的情况下它可能就在3天之内呢就失效了。很多顾客呢，他听到这个的时候，或者有优惠券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毫不犹豫的下单。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选择离开，你给了他优惠呢，那这笔订单可能就回来了。所以他对你的订单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这里可以看到第2个就是一个折扣的设置这个折扣的设置就是你可以把它打开你的15%的优惠，你的持续时间是只能用1次，你的这个邮件在第几封邮件中出现，这里我们选择在最后1封邮件这里出现。前面2次催促没有付款，那我们选择最后一次。那鼠标往下拉这里呢还有一个高级设置，比如说你的顾客呢，他购买了你的一个产品，如果购买了结账中的所有产品，那么就是顾客已经付款了，那么就不要再发送这样的邮件等等。所以呢，这个真的非常的人性化，非常的强大。这个呢就是让我们的商店收益提高我们转化的一个方法。这个呢推荐给大家的第1个增强订单的这个功能，也叫做挽回购物车的这个功能。接下来呢给大家讲我们的第2个，那还是我们商品的这个页面。回到我们产品页，那这里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优惠券，那下面还有2个比较强大的功能。第2个呢，你买 A 产品的时候呢，我会给你一个 B 产品的一个折扣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同时呢能够多卖出一些商品，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客单价。顾客呢他觉得优惠呢，他可能顺带把另外一个产品呢就一起买了这里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这里没有，那么我们需要去创建一个，点击这个按钮，还是需要起一个名字。那我这儿随意取一个，比如说2件3折。那这个时候呢，你还需要给它定义一个价格。那你可以点击在这里后面有个倒3角。那么这个怎么选呢？你可以选择
这种价格稍高一点的，点击下一步。其实选的是我们送的一个产品。刚才我们添加进来的这个商品呢，它其实这个是我们要打折的送的这一个商品，也不能叫送只能说打折的一个商品。我们呢给它一个附加条件，那么我们就点击这个按钮，选择一个产品，这里选择一个产品，在下面选择一个，点击确认。这个顾客他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商品呢，它就会出现一个折扣。那只要这个商品呢，它在购物车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商品呢，它的折扣以及这个商品呢，它就会出现。那么我们要把它的显示的折扣呢，给它填起来。那这个折扣是多少呢？比如说这里呢，我们可以填上这个折扣呢，力度呢一定要吸引人，比如说5折。你这里输入一个5折，那么这个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当顾客他在购买这个商品的时候呢，那这个商品呢就会出现一个5折，5折就可以购买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折扣这里设置好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上面的一个保存。那这个商品呢，它有一个50%的一个优惠价格它这个呢其实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很多顾客呢他看到了也会选择把它一起买上。这个也可以叫做买1送1买 A 送 B 也可以这样子说。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强大的功能。那么我们选的这个 Abuse， 那这个呢，它又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在顾客买了东西之后呢，他已经购买了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在最后呢再提出一次要求希望客户呢以优惠的价格呢再来购买一个新的产品，来增加我们的这个销售量。我们点击增加新的一个创建新的，这里呢还是来输入一个标题，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给它取名叫新品折扣，点击下一步。那么这里呢可以看到它有2个选项。那第一个选项呢，所有的用户在购物结束了之后呢，它都会出现这个提示出现这个选项，或者说呢，你也可以选择他买了特定的产品之后来提示这样的一个选项。我这里呢就选择所有人都能看到只要购买了的他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显示。选择完之后呢，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所有的用户呢他都消费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增加一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呢，我们要增加一个，我们提示一下我们的客户呢，让他再看一看，再等一等。那我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品，这里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一个创建在这里呢可以来添加你的这个商品。在这儿呢，我们要给它起一个标题当顾客买完之后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 offer 呢想要给到他，这里就写入你的这样一个标题。这里呢选择你的一款产品，这里价格的话你可以选这种29块钱的这个商品。再来我们选择一个百分比，比如说呢还是给它一个5折的优惠。这里设置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保存。那其实这个设置呢，它也是非常成熟的了。OK， 完成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就已经有了这个商品。接下来我们也可以预览一下，我们点击这里3个点这里呢有一个预览功能，点过去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页面呢，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它显示的就是这样子的这儿呢会显示一个时间30分钟，这里是的价格。那么正常呢，它还会显示它的一个折扣。那这儿呢，它可以选择直接加入它的订单，或者选择直接放弃这个也是非常便捷的。那么这里呢，最后呢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网站它能不能正常收款？那这里呢，我们还是回了这个 settings 鼠标往下拉，这里呢会有一个 payments 就是一个收款的一个设置你其实可以看到这个 Shortcut 呢，它其实已经集成了最著名的几大收费平台，比如说像这个 Stripe、PayPal， 有很多人呢都在用。那么大多数的人呢，可能会直接选择去连接这个 PayPal。如果说你有一个 PayPal 账户的话，你点进去呢，它就可以直接连接到你的一个 PayPal 账户。你也可以选择你的这个连接你的Stripe 的一个账号，也是可以的。Stripe 呢，之前呢，小鱼儿也有给大家讲过 Stripe 的一个注册，以及怎么样用这个 Stripe 账号呢来注册一个美国公司收款那么感兴趣的伙伴呢，也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一期视频。很多人喜欢用 Stripe 呢，就是因为它的一个它的一个收费呢比较合理不像这个 PayPal 它的收费呢会相对于高一些。这里连接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进来，你可以进行它根据它里面的步骤来去进行一个操作。
那么这里呢，可以直接选择这个 Stripe。你这里可以看到啊，它会显示了，你可以直接去连接你的一个 Stripe 账号。你需要去登录一下你的 Stripe 账号，登录好了呢，它会自动的去帮你把你的 Stripe 来跟这个 Shortcut 进行一个关联。这整个流程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那如果说你要用 PayPal 的话，你也可以去你可以直接去关联你的 PayPal 账户。那当它自动连接成功之后呢，得到你的授权之后呢，你再回到你的后台来刷新一下，看一下连接成功之后呢，就可以正常的进行一个收款了。那么你就可以把你所有的商品呢来进行一个销售。视频讲到这里呢，我们的里面的那么 Shortcut 真的非常的强大你要销售什么东西呢？用它来搭建你的一个在线商城呢，是完全没有问题。那接下来你可以回到首页你要想要简单的去编辑一下，或者说你想要去改一下你的一个首页的一些相关内容呢，你直接点进去在这个顶上呢会有一个编辑按钮，进去呢进行一些编辑就可以了。那么 WordPress 呢，它里面的一些功能呢，之前小鱼给大家讲过其实这个呢是一个现成的模板只需要简单的去更改一下就 OK 了，问题不大如果说你想要看一下你的在平板下面的一些模式，或者在手机下面的一些展现模式呢，你可以点击对应的一个去参数来去跟着看一下呢，去稍微的做一个修整就可以了。好了啦，小鱼儿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呢对我们想要做电商想要做一些在线商城的朋友呢能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更多一些好用的一些APP 呢，之前呢小鱼儿有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那么这个 App Solo 里面呢有很多一次性买断的一些好用的 APP， 那么这相关链接呢大家可以在描述栏可以找到，你可以到里面去搜索有没有你需要的一些 APP。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些视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